在考试考题中，考生可能会被要求描述如何探究生锈所需条件的实验。实验首先是分别将铁钉放入4支试管。试管 A 注入蒸馏水，将铁钉完全浸入水中。试管 B 注入蒸馏水，然后加入半汤匙氯化钠或普通食盐，左右摇晃，以确保氯化钠完全溶解。将刚煮沸的蒸馏水注入试管 C， 再加一层薄薄的油。煮沸的蒸馏水是除去水中溶解的氧气，而油层则防止空气中的氧气再度溶解于水中。在试管 D 加入1汤匙无水的氯化钙，氯化钙能吸收试管内的空气水分，所以在试管 A 中的铁钉暴露在氧气和湿气之中，在试管 B 中的铁钉暴露于氧气、湿气和盐分之中，在试管 C 中的铁钉只接触到水而没有氧气，在试管 D 中的铁钉仅暴露于氧气之中。用橡胶塞盖好试管 C 和 D， 保持数天。结果显示，试管 A 的钉子生锈了，而试管 B 的铁钉生锈比试管 A 的铁钉较多，而铁钉的铁锈会逐渐剥落，在试管内的铁钉表面出现红褐色的沉淀物。但试管 C 和 D 的铁钉没有生锈，因为盐水会增加导电性，加快电子转移，导致汽车和船只在海边附近腐蚀得更快。生锈是一个缓慢的化学过程，在锈蚀的第一阶段，有些铁原子会失去电子，形成铁正二离子，将铁钉放入含有防锈指示剂的溶液中，其中含有六氢和铁3酸钾。锈蚀指示剂与铁二离子产生反应，生成蓝色的络合物，因此蓝色的出现表示生锈。氧还原会产生氢氧根离子，因为生锈过程会产生氢氧根离子，过量的氢氧根离子会令酚酞试纸显示出粉红色。这些颜色的变化共同揭示了锈蚀的电化学过程。整体反应可用方程式如下表示：铁锈其实是水和氧化铁3，其中 N 是一个变数，